同。什么合同啊？啊，我还以为是合同盖好章了。我可没这么说啊。章还没找到呢，我让你进来一起帮我找，顺便帮我收拾一下。老师，你是让我来找印章的，还是让我来打扫卫生的？当然是来找印章的呀，但是不整理好怎么找呀？不是越找越乱？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，咱们分头找，快！我帮你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啊？我是问你有没有谈恋爱，网恋那种也算啊？我有时间忙工作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呀？周川老师，你也看简娘娘的画册啊？这种三流小画手的东西，我怎么会看？不知道是谁送我的。我曾经也熬夜给我一个好朋友抢过这本画册，不过后来，算了，不说。谁呀？有事。还没签下你的洛河神书，我自然要三顾茅庐。谁要签洛河神书？谁？顾总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说来话长。洛河神书已经签出去了，你就不用想了。哎，谁家条件开的比辛顿好？你该不会是要签给他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和你无关。合同签了？当然签了，已经签了，印章签名一应俱全。洛河神书，您就不要再打他的主意了，陆总监，麻烦。你喜欢有人情味儿的编辑是吧？那我们确实不合适。处理啊，下次见。希望我们不要再盯上同一个目标。啊，什么叫不适合啊？说的好像跟谈恋爱被甩了一样的。顾白日，我告诉你，这次是我不跟你签。老师，你还真是童心未泯啊！我这是维护自身名节。哎，你刚才那么激动干嘛呀？我只是把洛河神书签给你，我又不是把人签给你。天哪，老师，我来不及了，要先回去了。印章如果实在找不到，你就重新再做一个，反正也就2、3天时间，做好联系我就可以了。喂，你这就走了呀？我签完合同没有利用价值了是不是？你什么叫做好联系啊？没做好就不能联系了呀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喂，处理。喂，小鸟，你能不能帮我整理一下书库？我现在太堵了，实在赶不回来。啊，可是我要忙给江雨生老师的 PPT。只要5分钟就好，我走之前都整理的差不多了。好吧，那你能帮我做一下 PPT 吗？因为我时间也挺紧的。可以。快递。我是问你有没有谈恋爱，网恋那种也算啊？我有时间忙工作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呀？助理，你这又去哪儿了？我去周春老师家帮他找印章了。怎么又找印章啊？你不是保姆阿姨，你是编辑，是编辑就该做编辑该做的事儿。我不管你印章不印章的，合同什么时候签？想不想留在圆圆社了？我想，我特别想。女主编，我一直在努力。那你就再努力一些，
以后不要让我看到你再因为这种事情出外勤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小鸟啊，所以我就说，多亏了你做的这个 PPT， 要不然江雨成啊也不会那么快就答应跟咱们见面了。最近疯狂补课，看了不少江雨成老师以前的作品。行，果然没看错你。你看那个初理，天天说啊是江老师的书迷，又迷他这个迷那个。我一看啊，他做 PPT 就未必比你做得好。也没有了，初理也是有自己优点的。行，就冲你这么谦虚啊，就这点就比他强。我接个电话。接你的，接你的。哎呦，快，擦擦。电脑怎么糊掉了？啊？那什么，赶紧给公司打电话，让他们谁再送一台电脑过来。啊。马上就到了，还有5分钟。副主编，我把电脑送过来了。行，你怎么才来？赶紧放那。谢谢。来，把 U 盘插上。姜老师到了吗？这不该你操心的事儿，你操那心干嘛呀？初理，我问你，那印章找着了吗？周川老师已经去申请新的印章了，我会抓紧催一下进度。要我说呀，你找印章之前呀，先把脑子找着啊，别老整天迷这个迷那个的。去吧，忙你的去吧。知道了。紧张、刺激、激动！我同时要和江雨成老师开会，我决定躲在暗处悄咪咪的看他一眼，顺便拍个照留念。什么呀？见我就着急回公司，见江雨成就可以偷懒，是不是？是。是他。喂，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家来，不然合同不要签了。又怎么了？坏了。对啊。洗衣机坏了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找家里维修啊。我着急，我来不及。周川老师，你就没想过要来检查一下电源吗？没想过啊，我有保姆，我不需要想这个事儿。这是常识。你吼啥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把没有打扫完的继续打扫完吧。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。我不闲，我很忙的。从昨天到现在，我只睡了3个小时。昨天上午我想要打扫柜子，结果你把我骗过来，害得我下午迟到，被于主编骂了一顿。今天我想我可以好好工作了，没想到苗主编又出了问题，让我千里去咖啡厅给他送电脑。
好不容易我想要休息一会儿，能看一眼我的男神，你又因为这个无聊的洗衣机，你用电器要用插电源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喝水啊？我不渴。哦。周川老师，刚才是我情绪不对，我没有不想给你打扫的意思，只是我今天有点太累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明天再来给你打扫。明天见。我这次呀要特别的表扬一下小鸟，要不是人家小鸟 PPT 做得好，得到了姜老师的认可，恐怕呀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有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书弟，周琛老师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哎呀，那进展可大了，已经从找印章进展到开始重新申办印章了。我就说嘛，于主编，像这种非专业人士以后就不能找。你们2个人的试用期已经过了1大半了啊，最后到底谁去谁留，咱们看合同。臭狐狸，又不给我回消息。他不会还在生气吧？那你见到了吗？没有，我快被周川气死了。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，还以为有啥急事呢，结果居然是洗衣机坏了，而且它压根没坏，就是没插电源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智障的。你这么讨厌他？咱们能不提他了吗？楚理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姜老师，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写的这个小说《消失的动物园》，我当时就有一个决心，只要我有机会，我以后一定要拍这部作品。这个机会让我逮着了吗？其实这几年，很多人来找姜老师买这本书的版权，他一个都没答应。但是他一听是您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姜老师是您的影迷。你喜欢哪部片子？除了昨日，还有无人之地和稻草。这可是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出的几部片子，你都看过。当时我就觉得您一定能出来，就跟我第一次看动物园的心态时一模一样。敬你。来，我们这次合作一定会非常的愉快。必须愉快。
记得我跟你说过，版权我不卖。来不及了。从你答应要来的时候，版权就卖定了。不是很欣赏他吗？我是很欣赏他的作品，但是不代表我欣赏他的为人，不代表我就愿意和他合作。你想得罪鲤鱼是吧？那可是鲤鱼，你要是得罪了他，我保证以后没人再敢找你拍电影，你信不信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就想你从那破书店出来，我想你重新开始。把我逼到这种地步的不就是你吗？你现在冠冕堂皇跟我说这些，你不心虚吗？过白纸的人生还不知道谦虚这两字怎么写。停一下！你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你，我这2天都在忙圆月社的事儿，我都没时间搭理你。怎么了？打算签给圆月社了？喂，你好。哎，姜老师，您好，我是老苗。我给您打电话呀，主要是想问一下，跟我们签合同的事情，您考虑的怎么样？听完你们的 PPT， 我考虑了一下，觉得大家合作方向还是不太一样，所以合作的事情还是以后再找机会吧。先挂了啊，还有事儿。喂，怎么了？姜雨成拒绝跟我们合作了。为什么呀？拒绝了？为什么？副主编和编辑俩人一唱一和的，想忽悠我写什么修仙玄幻。是老苗能干出来的事儿，考虑市场，考虑爆点，就是不考虑作者。老苗，张雨成发的这篇微博和你昨天开会的内容有关系吗？我知道了，昨天说读者对他的新作品争议挺大，他不高兴了。我之前就说过，像姜雨成这种年少成名的，一般都很难对付。你以为文人傲骨、心高气傲这些词都只是书上形容词吗？都是我不好，看 PPT 上那么写，我就如实说了。啊 ？PPT 不是你做的？不全是。不全是？楚理，这 PPT 是你写的呀？其实也不能全怪初理，是我以为初理是姜雨成的老读者，对他肯定很了解，就让他帮忙改一下。没想到，是，但我不觉得姜老师是这么小心眼的人，会因为这些争议就翻脸呀。你觉得？你认识姜雨成吗？这样好了，不光你签不下周川，你连累个小鸟，连姜雨成都签不了了。不是，这个事情怎么就怪我身上了呢？我是写了个 PPT， 但是内容都是你们通过的，开会也是你们开的，怎么就……行了，别吵了啊！这件事情怎么补救，自己想办法。哎，你们一个个真是出乎我意料的不专业呀！最后咱们看合同啊，拿不出合同，2个一个都可以不留。我之前有一个老读者也进了圆月社，听完演示文稿，还以为来的会是他呢。什么老读者啊？也进圆月社了？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，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？你什么时候对我读者这么感兴趣了？谁对他感兴趣了呀？我的读者质量比你高多了，谁稀罕你那些读者呀？长得丑，脾气差，真是搞笑。
喂，夏老师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？一个作者啊，必须得对他写的东西充满热爱，才能写出那优秀的作品。我们做编辑的是绝对不能够试图去控制他们。不是，夏老师，我没想控制他呀。你让张雨晨去写玄幻修仙，那不叫控制吗？啊？玄幻修仙，姜老师只擅长悬疑惊悚啊。老苗，你之前没有跟我说过要让姜雨晨换风格的事儿啊？我之所以这么做呀，那也是因为这个，我希望姜老师能够变换一下风格。这个，毕竟嘛，玄幻修仙现在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啊。那我也是为他好啊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他愿不愿意、喜不喜欢呢？这次啊，如果不是我主动的去联系姜雨成，到现在还被你们蒙在鼓里呢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们做编辑的必须尊重作者。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再发生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阿夏，谢谢你啊，还特地过来帮我一起收拾。那个不用客气。哎，要是社里的其他人和你一样就好了，也不希望他们能对我多好，最起码一碗水端平吧，不要让我背锅。初丽，以后你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。你要是得罪了副主编，那以后就难过了。毕竟他背后是有人撑腰的。谁呀？我不吃，不行，我尿糖高。梁主任。有传言说，夏老师就要退休了，梁主任跟于主编之间会有一个人接替他副社长的位置，但是梁总好像已经认定就是梁主任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梁主任已经开始管其他部门的工作了。啊！老苗，哎，咱们俩认识多少年了？哎呦，得有5年多了。5年了，可是5年前你在干什么呢？哎呦，反正我是在发行部当小催吧呢，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书店。书店不景气嘛，不像现在这书店还能卖文创、卖咖啡，经常是一觉醒来，那些老字号啊，哗啦啦倒一大片。梁主任，这个其实就是我现在最担心的。我就担心啊，咱们圆月社跟那些老书店一样，不知道变通啊。不知道变通的不是圆月社，是管理圆月社的人。那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？梁主任，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。没错，我们圆月社以前出了一批鼎鼎有名的大作家，可你看看现在呢，被新顿那样的大集团追在屁股后面打，毫无还手之力呀。这个就是市场规律。情怀谁没有？圆月社都倒了，你上哪儿讲情怀去？是不是？那就是无病呻吟，那是矫情。我啊，不跟你开玩笑的，跟你交一底啊。杨总说了，等夏老师只要一退休，圆月社按照我的理念来办。您的意思是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别跟我这装糊涂。老苗，你的为人我清楚，你的能力我也知道，所以从今往后，编辑部，拜托了，给我盯得紧一点，迟早你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懂吗？懂。那个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少来。再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哦。东方影文录，漫画版权、游戏版权
悦动已经看上了，他们的老板特别喜欢这本书。悦动的张总，那可是游戏界的大佬啊！啊，张总的能力你知道，他看上的东西都是爆款。周川他的价值马上就会爆表。你的名单上其他作者先放一放，现在尽全力把这个周川给我签下来，你记住了，要亲自把他签下来，明白吗？哎，助理，把周川的合同给我一份。周川老师的合同还在他那儿，他说盖完印章后给我。行吧，那你再给我打一份。副主编，您要合同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周川的事不用你管了，我来接手。不用我管啦，为什么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为什么了。算了，也不用你打，我自己来。不让我跟进周川，不就是让我离职的意思吗？助理，你看，要不这样，你当着苗副主编的面跟周川老师打个电话，确认一下合作意向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。阿香，我去周川老师家一趟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老师，才1天不见，你就因为创作呕心沥血成这样？你感冒加重了？你觉得呢？那个周川老师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请您？哎，感冒要喝热水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扶你，小心。家里有温度计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要没什么事就走吧，别打扰病人。小鸟，这人呢？好像又去周川老师家了吧？不是的，什么不是的呀？用你替他打掩护吗？我不是都跟他说了吗？周川的事情由我来全权负责，他是真没脑子呀。毕竟关系到实习系去留的问题，他紧张点也不奇怪的。怎么还没走呀？哎呦，不要我睡着。温度计放在舌头下面。哒啦哒哒。38度，喝碗粥，再喝杯感冒灵。如果明天一早还是不舒服，一定要去医院，知道吗？连肉都没有，看着就没有食欲。粥在下面，这是我特意做的牛肉粥。你做的？那不然呢？我用魔法变出来的。
没力气，喝不动。大哥，你不会还想让我喂你吧？不用，就让我病死拉倒好了。啊！不是让你走了吗？我是那种看见空巢老人生病毫无波动转头就走的人吗？不是讨厌我吗？你想多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呢？我捧着你供着你都来不及呢。不想吃。不吃也得吃。哎呦，我不吃讨厌我的人做的东西。到底谁跟你说我讨厌你啦？还需要人说吗？我自己看不出来。哎，还凶我。那只是成年人的意识崩溃罢了。好吧，那时候是挺讨厌你的，但现在不讨厌你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在乖乖喝粥呀。啊！喝了。周川老师，明天能不能请你？要是平时也有这么乖就好了。晶晶，主编，这个处理这样可是不行啊。他怎么又惹到你了？他跟惹没惹着我没关系，我是觉得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有问题。你看，他经常莫名其妙的就外出了，然后呢，动不动就跟领导对着干，也没有给咱们社里创造任何价值。我是觉得，他不适合咱们社里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提前结束他的试用期。这好像不符合规矩吧？没有什么规矩不规矩。主编，你看，咱们社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已经养不起任何一个闲人了。你看，你说给他时间，让他把周川签下来，要我说，你再给他多长时间，这件事情他也是办不成的。与其这样，咱们还不如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小鸟身上。虽然他也没有签下江雨成，但是毕竟河马老师已经跟咱们签约，答应他以后的新书都让咱们出版社出版呀，这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呀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好嘞。老苗，哎，跟领导对着干这事儿，也不知道谁教的啊。说的是呢。老师，先量体温，降到37度即可。锅里有粥，微波炉热2分钟再吃。
今天开会呢，对小鸟和初里2个人的去留问题做最终的决定。本来2个人都没有完成任务，都不应该留下。但是小鸟因为联系了河马老师，把未来5年的新书版权都签给了我们圆月，所以小鸟留下。初里，你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编辑，试用期提前结束了。于主编，我可以给周川老师打电话，证明他是有意愿和我们合作，我能完成任务的。行，那你打。能不能再给我1个小时？我去他家跑一趟。我觉得完全没这个必要。再给你1个小时，你连周川家都没到呢。哎，于主编，你也相信周川不签合同是因为找不着印章？咱们以前碰上这样的作者还少吗？所以我说啊，初里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好好的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找家银行上班不好吗？副主编，周川老师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你要以这个理由把我辞退的话，我不服。你不服能怎么着？你不服，周川就能在合同上盖章了吗？啊？哎，我还说给你打电话呢。怎么了？我这新到了几本古代风俗图谱。行，我全要了。呀，看着心情不错呀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心情是相当不错。哼，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我爸在这边参加座谈会，晚上约了一起吃饭，就想说等你一起。啊？我们家老头子也在吧？哎，相看两相厌，我觉得干嘛呀？哎，我晚上有事儿，没空啊。你们都多久没见了？独门养生粥，具有预防肠胃病的药粥。啊，这句话不通顺的。怎么？具有后缺少宾语、中心语。肠胃病后，应该添上功能2字方妥呀。嗨，现在都不严谨了。爸，小生来了啊？怎么就你一个？啊，您2位又为中文水平的衰落忧心忡忡呢？周川一会儿会来的。
啊，好，那等他一会儿。谁稀罕他来啊？他来了，我反倒吃不下。要不然您别吃了，正好治治您的三高啊。小川，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？哎，哎，好了，今天我做东，啊，我跟我儿子好不容易见一回，大家安心的吃顿饭，给我点面子，好不好？来，饿了吧？开吃。好嘞。这儿的红烧肉到位啊！爸，我看呀，这个红烧肉您就别吃了啊！您别忘了，您也有三高。你看，管我比他妈管得还严。来，周伯伯，他们家的鱼特别新鲜，您尝尝。小川，给周伯弄点鱼啊。我没有给别人夹菜的习惯。别人？谁是别人呢？我是你爸。从小到大，你尽过几天当爸的责任啊？你们瞧瞧啊，自己还没做出一点成绩呢，就已经目中无人了。哎，老周，你这话没那么严重吧？据我所知，小周的作品已经准备漫画改编和这个游戏开发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现在审美越来越畸形，一些迎合潮流的三流快餐文都能够被开发。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就凭你的文学造诣，配我说酸？我倒要看看10几年后，还有谁会看你烂东西。我吃完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小川，老周啊，你看看你这个急脾气。在你后面。老师，要不你用冰块敷一下吧？我合同不已经亲自给你送过去了吗？怎么还来啊？你不是说下午会发给我吗？我一直等也没等到，打给你又关机，所以就自己找过来了。没心情，明天吧。你心情不好啊？没事，你就走吧。哎，你感冒了，还是少喝点酒吧。我喝不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保姆当惯了是吧？给我。酒我替你存着，等你病好了再还给你啊！不打扰老师休息了，记得给我发稿子哦。哎。哎呀，回来了啊！看见儿子了吗？我是去开会的，我见他做什么？座谈会你推了多少次了？你知道老姜顺道去看儿子，你也去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哼，他哪像是我儿子，简直就是冤家。父子同行可不就是冤家吗？看你这样，人你已经看到了吧？怎么吵架了吧？我说你也是，那明知道儿子不喜欢什么，你就偏偏说什么。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凭他的文学功底，明明就可以写经典文学的，可他呢，偏偏陷在那个什么修仙玄幻里出不来。你说那东西到底想传递什么？
想表达什么？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？对孩子有什么教育意义？那文字嘛，写着开心，看着也开心，不就得了吗？以后啊，你少插手。你以为我想管呀？以后啊，路长着呢，你就让他慢慢摸索吧。初丽，看稿子呢。萱萱姐，你回来上班啦？没有，医生还是让我多休息。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。催了大半个月的稿子终于交稿了。是呀，是不是可以走3审流程了？可以。助理，六合神书的项目可以开始了。你把原稿用 A4 纸全部都打出来，然后后面我会跟你讲我们的1教、2教会是怎么进行。师娘啊，拿到稿子以后啊，马上走3审流程。周川的这本书啊，是我们原业社重头的出版物，所以呢，50万字的本，下周5校样要进校对室。好，明白。初丽，据我所知呀，负责走3审流程的，一般就是本书责编。你这个活儿要是交给他们啦，那这本书从今天开始，直到上市、开卖、宣传，卖成什么样，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喽。于主编，这个合同是我天天去周川老师家门口蹲回来的。虽然我是新人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但我可以先做初审，然后再给2位领导来审查。我知道，初理啊，周川这本书呢，是你签回来的没错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你立功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也是经过这个深思熟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啊，毕竟你是一个新人。刚进咱们圆月没多久，这么重要的一本书，怎么能完全交给你负责呢？对不对？你要想锻炼不怕呀。你看我这有年年老师的华理，正好找人，马上要校对呢。这个你拿这个练练手。可是我听说社里的规矩，谁签下来的谁就是责编。那我怎么也听说周川这本书好像是签给我们社里了吧？不是签给你个人了吧？对不对，于主编？这件事情交给老苗吧。处理呀，一个年轻人还没学会走路呢，怎么就惦记着跑呢？就这本书啊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。你找我是为了漯河神书责编的事儿吧？我还是想来争取一下。我觉得助理，我得提醒你2件事。第一件，老苗才是你的直属上级，有任何事情你应该是找他沟通，而不是我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知道职场上不可以越级汇报的，对吧？可是老苗他……下面就是我要说的第2件事情。不管老苗对你的态度如何，对小鸟的态度如何，也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他对你俩的态度有区别，这都不重要。如果他对你的工作不认可，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他认可你，拿出点真本事，让他们无话可说，明白吗？你是我招进来的，不能让我失望。初丽，我们走吧，下班了。初丽，下班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别在这儿太晚了。这个城市看起来灯火辉煌，可是在那没有灯光的地方，每个人的心酸都只能自己默默地咽下去。
哎呀，一不小心点到了全宇宙最难吃的盐酥鸡。肚子空空，你有的吃还抱怨个大头鬼啦？那你倒是去吃啊，还要我喂你啊？没胃口。又教的哪门子琴？我现在不想说话。哎，二狗，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喂。喂 ，What happened？ 我每一天像一只狗一样蹲在周川家门口，好不容易签回来的合同，他们竟然让别人来跟进，完全把我撇开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我签下来的合同。周川可没把你当狗啊！你又不是周川，你怎么知道？气不过你就辞职啊，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。我气不过的是老苗，又不是圆月社。我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当一个逃兵呢。再说了，我答应过周川，要给他好好卖这本书，好好宣传，画好看的封面。你说他现在不会就认为我是个骗子吧？你家养狗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这本书的责任已经定下来了，那你怎么没反抗一下呀？啊，平时你虎了吧唧的，这会儿的时候你怎么就闷声吃哑巴亏了呀？我反抗了，但是老苗是副主编，是我的直系上属，哎。圆月是不过用周川的意思就把责编给定了，这以后是不想合作了呀？告诉周川有什么用？反正他也不会帮我。哎呀，我的周川啊！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周川，会不会就要被猪拱了？什么叫你的周川啊？你又知道了，周川不向着你，他不向着你还把书签给你，傻呀！啊，不对，狐狸君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话向来都是反的。啊，不过本来还存一丝希望，你说了就变成完全没希望了吧？快去吃饭。喂，初里，你还好吗？没有什么是一顿小火锅解决不了的。不是吧？于主编他真的这么说吗？对呀。那你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去找周川老师说说。为什么都这么说啊？还有谁这么说啊？哎呀，我另外一个朋友啦。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去找周川的，人家跟我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帮我？而且就利益来说的话，把洛河神书交给像老苗这样经验丰富的编辑也更稳妥些。周川又不傻。可是周川老师在你和老苗之间选择了你，难道是因为我劝说他的话戳到了他的心窝吧？开个玩笑，他选择的又不是我，是圆月社。说的那有点道理。而且我总不能因为周川是作者就拜托他去让谁来当责编，难道我以后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作者身上啊？那你怎么办啊？
就这样放弃了吗？当然不会了。老苗不让我审稿，我就不干吗？我自己偷着干。明天上班前，老苗就会把《洛河神书》开篇的审稿意见给于主编。哎呀，我也就只有这些时候可以跟他公平竞争啦。可是明天会不会太赶了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也审阅过几本小书，速度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苗副主编，这是我通宵看完的稿子和初审意见，请您过目一下。你给我看这干嘛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这件事由我跟小鸟来负责。你华理看了吗？洛河神书毕竟是我签下来的，不论如何我都不会甩手不管。如果你看完我的初审意见，觉得我没有给你们拖后腿，我也可以洛河神书、华理2个项目一起做，我会努力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的。是吗？给我看看。喂，周川老师您好，我这边有件事情想请您亲自做决定。处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谢谢你啊，阿香，昨天陪我熬了一整夜。处理，你快看老苗朋友圈。哎呀，吃饭呢，别看这些倒胃口的，每天不是去打高尔夫球，就是去和老师吃饭，早就把他屏蔽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他发了朋友圈跟周川老师的截图。什么？周川竟然约老苗主动见面，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圆圆社现在。哎，小鸟，那个上次你拿的那个咖啡还有吧？啊，有的。一会儿啊，周川老师要到咱们社里来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的约我啊，你要招待好，放松一点啊。看来是周川老师希望副主编您能好好帮他做这本《洛河神书》，想跟您套套近乎呢。哎呀，毕竟是他的自己的心血，他也希望有经验人来做，他又不傻，是不是？哟。嗨，周川老师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哎，外面下雨了，没来淋吧？好。小鸟，赶紧准备咖啡啊！好。啊，您请，请。来，周川老师，请。你要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为了捐洛河神书的审稿和责编署名，趁着机飞过跳了。哎呀，看来周川老师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。是，在我们社里啊，关于洛河神书这个作品的责编归属问题啊，确实是有一些分歧。怎么说啊？是这样的，洛河神书这个作品，在我们圆月社，是在非传统文学领域的里面，是个新的尝试。社里面非常的重视，当然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。
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，要想把这本书卖好，从初审工作上就不能放松，一定要找有经验的编辑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你看啊，我现在手下呢有2个小编辑，一个呢是初理，您应该认识了，原来是金融专业毕业，没什么经验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袅袅，杜袅袅。周川老师你好。小鸟啊，是学编辑专业毕业的，有一定的经验。我认为啊，在初审这个工作上面交给袅袅，哎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然后我呢来做这本书的责编，但是我这么一说了以后，初理就不是那么高兴了。是啊，所以就得请您来给评评这个理。像您这么好的一本书，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，怎么能交给初理这样没有经验的人来做呢？这么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是的。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？周川老师，我一直是您的读者，您的《东方异闻录》我看了就不下3遍，每一次看都觉得您不愧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周老先生也是后继有人了。书香门第，后继有人，简直是少年天才。老苗啊，哎，各个出版社各形各色的编辑，我打过不少交道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们这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谁签回来的书，责编就是谁，是不是？然后从书的项目成立到审稿，到封面设计，到最后的发行宣传，都是这个责编一个人包办。漯河神书的责编是你吗？我说是你了吗？周川老师，我呢也是本着对你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接下这本书的。毕竟嘛，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不能交给像初理这样，刚来社里没多久、经验不足的这么一个新人吧？新人啊，一个新人签下了你没有签成的合同，然后你现在把人摘干净，这不太好吧？还有啊，别再1次、2次、3次的说什么书香门第、父子传承。我们家老头觉得我跟他不是一路的。我周川不是什么天才，就是一个3流垃圾快餐文写手。这是我们老头子的原话。周川老师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意思我都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如果你们要搞什么办公室斗争的话，我管不着，但是别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这本书的责编只能是处理。如果余姚做不了主，我就去找上面的人来做主。话我说完了，苗副主编，再会。周川老师，你看。伞呢？我忘了。周川老师，等等。干什么？那个漯河神书，你能不能用我当责编啊？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不需要责编。我说不需要，就不知道争取我一下。周川老师，我知道你来这里跟老苗说了什么，他都发朋友圈了，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呀？我真的很想当漯河神书的责编。考虑一下你？那你拿什么来换？用我国际金融专业全 A 的那份优秀，用我这20多年来的认真和努力。行，那就考虑一下你。真的吗？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开头我已经编校了一小部分，我上去拿给你看，你就等我1分钟，1分钟就好，不要走啊。
你擦擦头发，然后喝杯感冒灵驱寒吧。谢谢阿夏。初里，我刚才看手机，女主编在工作群里公布了洛河神书的初审由你来做。吃顿饭。这次周川老师的书，我们社里只出上下2册，最好控制在40万字。按照周川老师3个月出书的时间表倒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加班加点，2周后必须完成移交的全部流程。别以为周川老师支持你就可以掉以轻心，中途和作者闹翻的编辑比比皆是。朱熹曾说过，立志不坚，终不济事。所以，我每做一本书都是一场恶战。教养神乐就是这场大战的序曲，我一定要挺到最后，打赢这场仗。今天主要呢是庆祝我们编辑2部的2位新人转正啊！来，喝杯。小妞，祝贺！祝贺！希望你们呢，有把圆月呢当自己家一样啊！当然了，也要表扬一下初里。我听说当时啊，新任的顾总监也准备抢这个落后神书，哎，没想到初里啊把周川给签下来了。你说这年轻人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没有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鸟也很好啊，那河马老师他5年的版权都归我们圆月了啊，花了不少功夫吧？没有啦，跟初里比，我还差得远呢。哎呀，你们各有特色啊！哎，对，各有特色，各有特色。我是觉得吧，这个小鸟啊，人比较文静、聪明、懂事，做事情呢有条不紊。哎，初里嘛，这个自己的想法比较多，也挺好，也挺好。确实如此，像周川老师这样剑走偏锋、性格乖戾的人，也只有初里能拿得下，也适合初里。所以呢，初里也算我们圆月的特殊人才了，是不是？
特殊人才有点夸张哈，那个是不是人才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反正现在是挺特殊。然后这个我还是觉得小鸟比较有潜力啊，做事大气，适合呀做咱们编辑这个职业。哎，老苗，处理还是很努力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来，难得聚在一起，来，喝起来！来，恭喜！随便吃啊！哎，这个小说呀，跟剧本呢，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异的，到时候情节方面呢，肯定也会有一调整。这个我能理解啊，你理解就好。这个动物园的背景设定，你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？可是，动物园是这本书的核心。没错。不过，以我们姜老师的才华，别说是改一个背景，我相信无论您要求他做什么改变，他都能改出的花来。姜老师，你看可不可以在男主和女主之间加一条感情线进去？这样的话可以扩大受众的年龄段。李导，我觉得您说的对，这样不仅可以中和剧情，还可以吸引像我这样的女性观众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姜老师，特里弗罗萨的《天井》你看过没有？看过了。我建议你呢参考一下书中主人公的这个行动线，尤其是他在天井的那一段经历。这个情节呢不仅非常抓人，而且对整个人物的成长转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李导，您说的这个参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稍微改一改嘛。毕竟他这个情节跟我们的片子适配度是非常高的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又没有让你照搬，照搬的话那还牵扯到一个版权的问题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我们……李导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版权我暂时不卖了，希望下次能用它做好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李导，您说卖就不卖了？您稍等，您稍等。周川老师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来还您借给我的这把伞的。我借你的？我为什么要借你伞啊？啊？所以说那天你把这把伞放在门口，并不是借给我，只是单纯的觉得伞太重，还是说你想做一回大雨中狂奔的青春少年？好好说话。对不起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把伞不是借给你的，是借给老苗的。老苗？你们俩是那种你值得为他淋雨还给他留把伞的关系吗？那我俩是那种值得我为你淋雨还为你留把伞的关系？老师，喝水。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顺道聊一下稿子上的问题啦？好，你说吧。您的主角按照顺序打怪，前面说老大是只怪鸟，老二是只乌龟，老三是只白虎，老四是条龙。怎么到后面提到老三的时候，白虎就变成九色鹿了？到底是白虎还是九色鹿啊？哪处描写多，改动麻烦就保留哪处。还有，前面你说男主他娘因为病重死了，为什么到后面他娘又突然出现了？那就把他娘死了这句话给删了。以后不是这种原则性问题啊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瑕疵你就不用过问我了啊。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有一个原则上的问题。
您的这本小说，体量严重超标，能不能麻烦您删掉10万字？10万字？那这本书你干脆别出了。No！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打你电话又不接，我就问了小白，小白说你在这儿。删10万字的事儿你就别想了，就给了这么点羞辱人的保底硬说，还想让我们的大胖儿子减肥，真是做梦了。你先别生气嘛，身为编辑，我只是给你建议，具体要删哪儿、怎么删，还是您自己做主。还不错啊。谢谢老师夸奖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是不是多的有点太触目惊心了？这儿一整张都被打成了大红叉，哇，力透纸背，有些地方甚至还被划破了。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包含有情绪的大红叉。怎么是我写的东西太难看，让您很生气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情节前后出现了2次，我觉得怎么着至少删掉1次吧。不懂创作规律就不要乱说话，我所有的安排都是有我的原因的。除了有大红叉，你在这儿画了个打哈欠的小人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写的东西太无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这一章的时候体力有些不支，太累了。我写的东西让你看睡着了？没有，我没有睡着。如果我们不削减一些内容的话，这2本书就会做得太厚，太厚的话，价格势必就会往上调，到时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消费购买力哦。这我倒是没想到啊，继续说。多出来10万字的话，一页纸正反2面都印500字，那就会多出100页，价格要调个10块钱左右。我们都想把这本书卖好，到最后能不能有所取舍？不愧是学金融的，钱上面算得挺快。我一定会学以致用，势必把这本书做好。对了，编校我已经寄了一份去你家里，你只要把想删除的地方做上标记就行了。但是作为编辑呢，还是个门外汉。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，迎合读者就是作家走向坟墓的第1步。我真是进了出版界才知道，做编辑和做班主任差不多。当着家长的面教育他养出来的孩子，分分钟要被大巴掌甩脸。尤其是遇上某位不讲理的作者，根本话都说不通。某位作者是在说周川吗？可不是，我现在抱着他的新书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深夜时，恨不得爱怜地抚摸着那厚厚的打印稿子，安抚鼓励孩子别怕，减肥，你就能大卖。岂有此理！坚决不删。删！我倒要看看你让我删些什么东西。
想到给周川老师编讲一本书，我竟然老了10岁。喂，亲爱的周川老师，你看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？我建议删除的章节真的是删了。写着我意见的邮件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谢谢亲爱的周川老师，您真的是明察秋毫，英明神武。喂，喂。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？这臭狐狸为什么把我拉黑了？你这是上班遇见了烦心事儿，下班就买酒喝。工作上的事儿还能解决，就是我有个朋友突然不理我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莫名其妙，阴晴不定。他要是真在乎你，还会回来找你吗？什么在乎不在乎的？要是……哎呀，算了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脆弱，说失联就失联，反正也不需要负什么责任。负责任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他就要对你负责？好朋友的关系啊，友情也是情。哦，那看来你挺在意他的。谁在意他了？我在意他干嘛？我在意的是我付出我自己的友情。你干嘛买酒喝啊？怕有些事儿力不从心，有些事儿不随人愿吧。那要不你换个角度想呢？总有事会力不从心，总有事会不随人愿。你又不是凉宫春日，没有愿望成真的能力，何不孤注一掷？至少老了之后不会后悔啊。你以前都是这样吗？先把事做了，不考虑后果。要是瞻前顾后的话，做事就很难全力以赴啦。是吗？听说你喜欢江雨城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他以后不写小说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么笃定？因为我觉得江老师当年的隐退只不过是累了，想歇歇。等到养精蓄锐结束之后，他就会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；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。